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最近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担忧，特别是中国的集权似乎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某些进展。那其中一个就是乌克兰的外长访问中国。之前因为中国一直站在俄罗斯这边，虽然嘴上说他是中立的实际上一直都是在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么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一度非常的僵持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访问中国，似乎双方有缓解关系的需求。其实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否则的话乌克兰不可能去拉拢或者寻求俄罗斯盟友的支持，因为很明显乌克兰自己也知道中国不可能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他的真正的盟友是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当然还包括北韩，他们共同的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需要美国的强力支持，否则的话乌克兰就已经彻底沦陷了。可是同时呢，他却在今天派外长访问中国，而且泽连斯基亲自向外界展示出他这个派外长访问中国的成果这可以看得出乌克兰遇到了一些危机，他不可能去忽视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重要性，所以他试图去缓和跟中国的矛盾，可以说是有一点饥不择食。他也许心里清楚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他不得不去尝试，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动作，冒着挨骂背叛的这样的指责和风险。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次他访问这个中国，特别强调双方的经贸往来，然后就是大吹特吹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如何的努力去维持和平倡导和平这些都是中国的宣传口号乌克兰全盘都接受甚至这里面还讲到了乌克兰再次的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说这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大家都知道中国什么立场，中国的立场就是要统一台湾，吞并台湾，对吧？而乌克兰支持中国吞并台湾，对台湾人来讲，这算不算是背刺？算不算是落井下石呢？大家看到了，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台湾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首先是人道援助，包括药品跟医疗器材超过27吨，后来台湾民众又捐款超过650吨，甚至台湾外交部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赈济乌克兰的专户，总计超过9亿新台币。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还向基辅市捐赠了超过300万美元，以及提供6所医疗机构的500万美元，甚至还有10位台湾人亲自跑到乌克兰，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去抵抗俄罗斯入侵，而中国人却去参加俄军去入侵乌克兰。其实在那个时候台湾就有人提出过警告，曾经台湾驻白俄罗斯的地下大使他就提醒说，乌克兰对台湾从来都不是友善的，台湾没有必要这么积极的去支援乌克兰。话音刚落，看到没有，紧接着乌克兰就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统一台湾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一个中国这个说法就是否定台湾作为中华民国台湾的实际存在。最近台湾陆委会也反对这种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框架。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台湾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这些做法有一点不够成熟，就是你可以在道义上边，在国际舞台上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乌克兰的援助花钱，你能换来什么？换来的是对方的背刺换来对方跟中国继续友好合作。其实乌克兰之前跟中国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乌克兰把前苏联的一些军事技术还卖给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帮助解放军有更强的实力可以对台湾文攻武吓。其实乌克兰在这当中起到的作用从来不是正面的，但是他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他现在是被侵略的国家，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乌克兰的期待就不会像过去一样了。你过去跟中国友好，因为经贸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全世界各个国家在表面上都要跟中国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今天的情况是什么？
今天的情况是中俄等于在某种程度上结盟在一起，共同的作为俄罗斯的侵略方。北约刚刚认定中国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说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判定了啊，没有中国的大力支持，大量的资源的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还有资金，对吧？购买大量的能源，还有在国际舞台上投票永远支持俄罗斯。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乌战争的情况可能会有改变啊。所以说中国在这里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俄罗斯没有中国是没有办法维持对乌克兰的入侵啊，或者说维持战局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跟俄罗斯都是乌克兰的敌人。那这个时候，那么外界对乌克兰的期待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你现在是受害者，对吧？你现在应该是跟北约、跟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盟友应该站在一起，共同的对抗俄罗斯，对抗俄罗斯背后的朝鲜和中国。结果乌克兰的做法令人大跌眼镜，这等于是直接扇了台湾政府好几个巴掌。之前那么热络的、那么积极的去援助乌克兰、去帮助乌克兰、去力挺乌克兰，结果乌克兰现在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所以说我们应该想清楚，就是作为一个被侵略国，俄罗斯是破坏了国际秩序，一定要谴责俄罗斯啊！因为你不谴责俄罗斯，等于是欢迎一个强权用暴力手段、用武力手段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对吧？所以说必须要坚定的谴责俄罗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但是至于乌克兰，他现在只不过是被侵略国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道德制高点，但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政府，他们的某些做法也应该被谴责。包括现在他跟中国的这种试图去沟通、试图去合作的表态，就像乌克兰的外长在这次访问的时候，面对王毅的时候不断的夸耀中国，大夸特夸说什么中国是全球和平力量的有重要角色等等等等，对中国政府极尽跪舔之能事。这种做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形象。这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政府本身他们也不是多么的支持正义、支持主权，他们现在得到支持只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是加害者。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反对中国入侵台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也应该独立？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支持了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相当于支持了克里米亚独立于自己，所以他们为了维持他们乌克兰的大一统，他们就必须要支持中国的大一统啊。这是乌克兰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曾经提到的，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上一定要站在中国这边的原因。他们想到自身，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独立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东部包括这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的一些俄裔人士独立于乌克兰的意愿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台湾政府、台湾人要清醒。虽然俄罗斯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声讨的对象，可是乌克兰不一定就是你的盟友，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我想在这一次事件当中，台湾人吸取了一个教训吧。如果忽略乌克兰本身内部的统一和独立的问题他面对俄罗斯的侵略，面对俄罗斯背后中国的扶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话，他现在做法应该就是完全站在欧美这边，而且像台湾这样的美国盟友就应该拉近关系，因为大家同病相怜嘛，对吧？台湾面临中国的文攻武吓，乌克兰面临俄罗斯的入侵，所以大家应该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西方自由阵营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而且乌克兰还要加入欧盟，还想加入北约，对吧？而且你又是一个入侵的直接受害者，你就更有理由去联合台湾了。你联合台湾反而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个谈判的筹码，你反而可以给中国施压，因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其他国家跟台湾的合作和升级关系的升级，这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执政合法性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所谓武统台湾，对吧？所以他很害怕台湾跟其他国家走得更近，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所以他这种情况下，他特别担忧其他国家跟台湾加强关系，而这个时候乌克兰完全可以跟台湾加强关系，以此来给中国施压。那中国在帮助俄罗斯方面，在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就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其实是可以帮助乌克兰的。
乌克兰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而今天我们看到了乌克兰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去派人到中国，他没有派外长到台湾给中国施压，反而跑到中国去跟中国去谈友好合作加强贸易，这反而适得其反。中国更不在乎了，中国他的做法跟我想象的是一模一样，就是嘴上讲的特别好听我们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然后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2点是现在这个泽连斯基所谓的这个他的外长访问中国取得的成绩但是这2个不算是成绩，因为他们在没有访问中国之前，中国就是这么说的，中国就是对美国对北约是这么说的，他没有任何的新意他没有因为乌克兰的外长访问了中国，他就对乌克兰有任何的另外的承诺，没有他一直是这么说的。结果呢，他还是重复了他之前说的话而已，所以乌克兰没有得到任何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让步，反而乌克兰把自己给搭进去最后等于替中国在背书，在经贸上背书，在国际关系上背书在台海问题，在这个所谓统一问题上背书，等于是乌克兰完全被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回好了，中国政府可以大肆宣扬我们在俄乌战争中是中立的，我们没有站队我们反对任何战争然后私下呢继续的支持俄罗斯提供俄罗斯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关键零件、关键原材料，购买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输送资金。所以在我看来，乌克兰政府做的这件事情，第一很不地道，第二没有任何的成效，第三他们耍了一个小心眼。什么心眼呢？就是他们想通过跟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一方面期待着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善意这是第一，他没有换来。第二，他希望通过跟中国的合作，其实是给美国施压。这一点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他其实知道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进入新冷战正在开始越来越处于一个不断对抗的一个状态而且美国大选未来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共和党掌握白宫、掌握参议院，都会对中国可能有更加严厉的制裁，而且对中国制裁说实话已经是2党共识了没有跑的。现在拜登政府就已经准备起草，在这次北约峰会之后也要对中国的银行系统进行制裁现在我们正在等消息我想在大选之前就会出台。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要派外长访问中国，双方互相利用就是你对我支持不够没关系，我还可以跟中国友好让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起到一个这个缓和的作用，或者是能够加强中国在解决国际纷争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因为按说俄乌战争当中应该是美国出面，对吧？去调和，去解决纷争现在乌克兰跑到中国去，让中国去出头，这不是给中国增加政治筹码和国际影响力吗？所以说乌克兰也在玩另外一手，一方面完全依赖于北约，一方面呢却要让北约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的盟友，去给他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这不是政治手腕又是什么呢？但是这种政治手腕完全是徒劳的，原因在于中国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国家，它不是可以承担解决纷争的这个作用的一个主体，因为它必须全力支持俄罗斯，它没有任何的理由不支持俄罗斯，在俄罗斯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他们2国是结盟共同对抗美国的，在这个发动战争之前，对吧？双方就已经谈好了，合作没有上限。什么叫没有上限对方做出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你都要支持，对吧？这叫没有上限。当然，在我看来也是没有下限。所以，期待的中国在这当中产生什么正面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如何的保证自己的权利，如何对抗美国，如何让俄罗斯力挺他在其他的问题上的立场，双方有一个互相的依靠然后还要解决所谓台湾问题，对吧？至少对台湾有一个高压政策，压制台湾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战略地位。所以这里边的不是三角关系，不是四角关系，而是极为复杂的一个国际关系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面向，当然不是一期节目能够讲清楚的。只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乌克兰这个做法，在我看来是对自身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在美国方面，在美国的盟友眼里，你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正义性，
总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心里清楚，在对俄罗斯这个全球自由阵营的敌人的态度上，乌克兰之所以有今天西方国家的支持，那是因为它成为了美国敌人俄罗斯的对手或者是受害者啊。但是在台海问题上，它有可能又站在中国这边，只要符合它自身利益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国际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我相信在乌克兰内部可能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乌克兰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对吧？他肯定也有内部的一些声音表示说这么做是不是不地道，不应该啊？也许未来在乌克兰看到中国嘴上一套背地里一套根本不守诚信，完全被中国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也许乌克兰的政策会有改变。但是至少目前他们的举动是值得批评的。另外一个事情也值得一提，也是很重要，就是在最近巴勒斯坦的14个派别的高级代表到中国的北京举行了一个会谈，叫做和解对话说要结束分歧，共同组建民族和解政府，签署了所谓北京宣言。签署北京宣言之后，以色列政府对此表达强烈谴责。中国在这次的瑞士和平论坛上面没有出席就是说很明显不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但是他们却在以巴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把这些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的这些派别集结在一块儿让他们共同签署北京宣言。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要做他们的老大，中国要对他们有一个话语权让他们互相结束之间的斗争分裂的斗争，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共同的跟以色列去谈判，甚至不惜发动恐怖袭击总之给以色列找事儿就是给美国找事儿。所以法新社就说了，说美国和以色列都不可能接受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战后参与到任何的加沙治理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当中的很多的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的人被中国给集结在一起了，对吧？代表巴勒斯坦，这不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承认。那双方根本不承认的情况下，那就变成什么？变成代理人战争了，就变成巴勒斯坦集结在一起作为中国的代理，然后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理去打代理人战争最后背后变成了这个美中之间的对抗巴以问题变成了美中的对抗。所以中国在这里边掺一脚，实际上就是要给美国找麻烦因为眼看着以色列要整个控制加沙，对吧？然后把这些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全部消灭，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这对中国和这个恐怖分子哈马斯背后的伊朗也不是件好事。所以他们要集结力量，集结他们代理人的力量，不能让他们四分五裂，然后被以色列这个分而治之一个个消灭掉。他要把这些人集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的有生力量，由中国跟伊朗在背后支持。这就是一个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对抗慢慢在形成。但是我认为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中国要淌这个浑水，要去扶持已经被打得稀巴烂的巴勒斯坦的这些激进组织，把他们集结在一起而且主动出头邀请对方来中国，然后签署所谓的北京宣言这个名字叫北京宣言。而这个宣言呢，不是说以巴的和解的北京宣言，而是巴勒斯坦这个内部的一个和解。那就有意思了第一，和解能不能成功，这个关键看中国投入多少资源进去，他不可能不投入资源，只是口头让你们都合作。知乎上有人就讲到了，有人就问法塔赫和哈马斯签署关于结束分裂的北京宣言，中方发挥了哪些作用，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有一个人获得了3000多人赞同的回答，说太好了，希望他们不要重蹈2007年麦加协议、2008年萨那宣言、2011年5月政治和解宣言、2012年多哈宣言、2014年4月开罗和解宣言、2017年开罗法塔赫哈马斯协议和2021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协商的覆辙。就是之前有这么多次的协商，这么多次的宣言，这么多次的协议，最后全部都破裂，全部都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这次北京宣言会不会步其后尘呢？就是这是可行性问题。那关键就看中国投入多少资源能把大家整合在一起，那这就需要大撒币了。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首先就有疑问。那第二，我们退一万步讲，他就算做到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他要开辟第二战场，要在以巴问题上跟美国和以色列，特别是对美国要找事儿，要牵涉美国的精力，给美国找事儿，
就是能够缓和自身，获得在印太地区的喘息的机会。因为如果以巴问题解决了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乌克兰战争和解了，那美国会倾其全部精力放在印太，那么那时候中国就要承受所有的压力，所以他要把压力给卸掉，要分散，所以支持俄罗斯跟乌克兰等于是对抗北约啊，美国需要出钱吧，需要出力吧，对吧？甚至美国内部还有一些反对声音，就引起美国内部的这些争端，对吧？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就像当年的美国反恐战争一样，救了中国。当年小布什开始准备要对抗中国的发动贸易战了，结果呢？结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对抗恐怖分子身上，因为发生了911。所以中国太清楚，他需要另外一个911，中国需要另外一个911。所以说，他觉得以巴战争算是另外一个911，或者说至少能够牵涉美国大量精力。还有就是俄乌战争，所以中国会在以巴冲突以及俄乌战争背后作为一个幕后黑手。他这么做不是说他多关心实现和平、实现稳定，而反而是他希望制造事端、制造冲突，让美国自顾不暇。这样的话才能有利于他本身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毕竟他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包括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是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自身的压力。他不能解决，但是能拖延未来发生的统治危机。但是眼看着中共内部的统治危机就慢慢已经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努力最终可能救不了他的命啊，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在美国大选之前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关于以上话题呢，我觉得是正在进行时，未来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解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啊，我现在看到网上还没有中文版啊，我加了中文字幕，是当年美国老布什总统发表的全国电视演说，正式宣告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那我为什么要把这段影片找出来呢？我觉得未来有可能有这么一天，美国的总统不知道是谁，他会发布一个全国的公告啊，向全美国、向全世界人民宣告21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以及新冷战的正式终结。我相信历史会重演，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正是历史的重演。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段影片。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od evening and Merry Christmas to all Americans across our great country. During these last few months, you and I have witnessed one of the greatest drama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ic and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a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its peoples. As we celebrate Christmas, this day of peace and hope, I thought we should take just a few minutes to reflect on what these events mean for us as Americans. For over 4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Wes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and the threat it posed to our most precious values. This struggle shaped the lives of all Americans. It forced all nations to live under the specter of nuclear destruction. That confrontation is now over. The nuclear threat, while far from gone, is receding. Eastern Europe is free. The Soviet Union itself is no more. This is a victory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It's a victory for the moral force of our values. Every American can take pride in this victory, from the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who've served our country in uniform to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supported their country in a strong defense under 9 presidents. New, independent nations have emerged out of the wreckage of the Soviet Empire. Last weekend, these former republics formed a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This act marks the end of the old Soviet Union, signified today by Mikhail Gorbachev's decision to resign as president. I'd like to expres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my gratitude to Mikhail Gorbachev for years of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world peace and for his intellect, vision, and courage. I spoke with Mikhail Gorbachev this morning. We reviewed the many accomplishments of the past few years and spoke of hope for the future.
Mikhail Gorbachev's revolutionary policies transformed the Soviet Union. His policies permitted the peoples of Russia and the other republics to cast aside decades of oppression and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s of freedom. His legacy guarantees him an honored place in history and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in equally constructive ways with his successors. The United States applauds and supports the historic choice for freedom by the new states of the Commonwealth. We congratulate them on the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path they have chosen and for their careful attention to nuclear control and safety during this transition. Despite a potential for instability and chaos, these events clearly 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 We stand tonight before a new world of hope and possibilities for our children, a world we could not have contemplated a few years ago. The challenge for us now is to engage these new states in sustaining the peace and building a more prosperous future. And so today, based on commitments and assurances given to us by some of these states concerning nuclear safety,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 am announcing some important steps designed to begin this process.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and welcomes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Russia led by its courageous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Our embassy in Moscow will remain there as our embassy to Russia. We will support Russia's assumption of the USSR's seat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President Yeltsin in support of his efforts to bring democratic and market reform to Russia. Seco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cognizes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rmenia, Kazakhstan, Belarus, and Kyrgyzstan, all states that have made specific commitments to us. We will move quickly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se states and build new ties to them. We will sponsor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ose not already members. Thir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cognizes today, as independent states, the remaining 6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Moldova, Turkmenistan, Azerbaijan, Tajikistan, Georgia, and Uzbekistan. We will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m when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y have made commitments to responsible security policies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as have the other states we recognize today. These dramatic events come at a time when Americans are also facing challenges here at home. I know that for many of you, these are difficult times, and I want all Americans to know that I am committed to attacking our economic problems at home with the same determination we brought to winning the Cold War. I am confident we will meet this challenge, as we have so many times before. But we cannot if we retreat into isolationism. We will only succeed in this interconnected world by continuing to lead the fight for free people and free and fair trade. A free and prosperous global economy is essential for America's prosperity. That means jobs and economic growth right here at home. This is a day of great hope for all Americans. Our enemies have become our partners, committed to building democratic and civil societies. They ask for our support, and we will give it to them. We will do it because as Americans, we can do no less. For our children, we must offer them the guarantee of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future, a future grounded in a world built on strong democratic principles, free from the specter of global conflict.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new nation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and on this special day of peace on earth, goodwill toward men,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ood night.